宋长生感叹过后，目光又投向深不见底的星空深处。他这一生踏入过无数秘境遗迹，世人见过的他见过，世人没见过的他也见过。论见识，自认为这浩瀚修武界少有人及，可他对这方浩瀚空间则充满了好奇与向往，那种探索欲被久违的勾起。哪怕刚刚无言间与那白袍女子达成约定，拿到那朵莲花便就此离去，不可继续深入，可他还是舍不得离去。这个地方也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无意间发现的，可浩瀚修武界他几乎都走遍了，之前为何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然这里是刚刚开启没有多久，而这里面的好东西超出了他的想象，超越以往探索的任何地方，这也是他感叹对这修武界还不够了解的原因。目前来看，这里乃是有主之地，他猜测多半是远古种族的居住之所，那白袍女子应该就是居住于此地的远古种族族人。神之时代开启时，那白袍女子并未踏入，但却选择出手，无非就是要彰显远古种族的威严。但毕竟交过手，他能感受到那女子的强大，纵使是他也没有把握胜过这女子。不知道那位前辈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忽然宋长生又想起了什么。楚轩辕、牛鼻子，若是你们还在变好了。宋长生越想越是感叹，那两位曾是最令他头疼的家伙，都曾在他的手中抢走过宝贝。他之前总想着这两个家伙不再变好了，那一切好处便都是他的了，可现在他却开始怀念那两个家伙在的时候了。这种地方他们三人若是联手，也许便真能一探究竟了。与此同时，第9道天河之内，随便一个寻常的世界，若是出现当今修武界世人眼中，都会令人震惊无比。比如一颗通体褐色的星球，它的面积竟是平原上界的数千倍，堪比神体天河内一方较大的星域。而这方世界内的一切都极其巨大，花草树木皆是当今修武界的万倍不止，哪怕是一棵草都足以高达几万米，树木更是高达数百万米。而这里居住的人，哪怕是小孩子也有几十万米，成年人更是高达百万米。不过这只是用正常人的视角来看，感觉大到夸张。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世界就是如此，并不会觉得奇怪。但奇怪的是，眼下这方世界内最强大的种族竟围成一圈，整齐的跪拜在地。阿嚏！忽然一声喷嚏声响起，这千万巨人族吓得身躯都是一颤。乍一看，他们所跪拜的方位就是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可若仔细看来，就会发现有一个极其渺小，对于他们而言宛如尘埃一般的渺小的存在。那是一个身影，正常的人族身影。换做其他人，面对那等巨人，一个都足以吓破胆，可眼下被数千万巨人包围，这位却丝毫不惧，反而躺在地上，一只手当作枕头枕在脑后，另一只手摆弄着扇子给自己扇风，同时翘着的二郎腿还不断扭动，那叫一个悠哉。因为他便是这千万巨人所跪拜的对象。此人楚风与宋长生都认得，正是楚风那个师尊牛鼻子老道。牛鼻子老道旁边还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丹炉，丹炉火焰喷涌，而丹炉外散落着一只只巨大的蚂蚁腿，但却不见蚂蚁的脑袋和身子。你们跪拜老夫作甚？老夫这丹药材料还不够，快去再捉一些太古凝神蚁。牛鼻子说道。大人，我们真的找不到了。宛如雷霆般的声音传来，那巨人一开口，在牛鼻子的视角便会地动山摇。找不到，老夫就拿你们全族来炼丹，快去给老夫找。牛鼻子大袖一挥，刹那间大地颤动得更加厉害，就连牛鼻子以及那巨大的丹炉都是被震动了起来。那巨人族快速地四散而去，但牛鼻子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大地平静后依旧悠闲地躺在地上，只不过却蹭了蹭鼻子，男声道：怎么好端端打了个喷嚏？是谁想老夫了吗？莫不是我那好徒弟？想起他那徒弟，牛鼻子面露期待。我的好徒弟，快点来吧，这第9道天河可比那8道好玩多了，这才是真正的修武界。与此同时，第9道天河更为深处的星空之中，有着一只通体黑色的乌龟在爬行。这乌龟除了龟壳较为平整之外，浑身长满了尖刺，那双血红的眼睛更是杀气腾腾，一看就并非善物。看似爬行缓慢，实则速度极快，且乌龟的体积极其巨大。此龟有多大？与牛鼻子所在的巨人世界竟相差不多。而此龟还有一个第9道天河内以名声赫赫的名字——吞天鳌龟。在这吞天鳌龟的龟壳上面，有着一个真正的世界。世界内种满了奇珍异草，都是由这只吞天鳌龟散发的血脉之力滋养而成。因此，这世界内的所有花丛树木都散发着浓郁的药香与天地能量，每一件都是世人眼中的修炼至宝。那本都是吞天鳌龟自己修炼用的。若有人敢打这些奇珍异草的主意，那就必然会遭受灭族的劫难。可偏偏此时这只吞天鳌龟的龟壳上出现了一座宫殿，宫殿的最顶端有着一个人竟用吞天鳌龟以血脉滋养的奇珍异草涮火锅，并且还是最上品的奇珍异草。此人乃是楚轩辕。楚轩辕一边吃着火锅，一边望着星空。你还有心情吃啊？
忽然一声责骂响起，一道身影飞落在了宫殿顶端，乃是老猿猴。你不是说你感受到风儿血脉受损了？你这做父亲的心怎么这么大？老猿猴问道。修武一途与人生之路一样，太过顺风顺水，日子是过得舒服，但不利于心智的磨练以及超越性的突破。楚轩辕道，啥意思？你是说风儿吃的苦还不够，还得再多吃点？轩辕，风儿的日子可不比你好过，你当初是没办法，只能靠自己，但风儿可不是，你明明可以护着他成长，却非把他丢出去吃苦，他还不够苦啊，他比你惨多了。你是没人管，他是有人可以管，但是不管。老猿猴眼中尽是埋怨。不一样，我知道风儿人生的苦吃了不少，但因他天赋较好，修炼的苦其实吃的还不够，破后而立，他总要经历的。你我能有今日，不也都是如此吗？楚轩辕道。闻言，老猿猴沉默，他与楚轩辕能快速成长，确实也都是经历过大劫的。放心吧，风儿的心性不会被影响的，他迟早会突破束缚。楚轩辕道。爱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进来，你爹没找到不说，孩子也管不到了。老猿猴还是接受不了，转身离开了。老猿猴走后，楚轩辕的眼中闪过一抹不安，男声道，那片星空究竟是什么地方？纵使是他也嗅到了一丝危险。宋长生依旧凝望着星空深处，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所凝望的星空深处，也有着多道目光在凝望着他。与宋长生相隔较远的星空中，有着一个被隐藏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浩瀚广阔，且并非毫无生机，反之处处都是生机。只不过这里的一切建筑以及植物都散发着浓厚的远古气息，仿佛这里自远古时期便都存在了。而这世界之中也有着一座观察阵法，观察阵法前聚集着不少人，男女皆有，年龄偏大，最年轻的也是中年模样。他们皆是身穿白袍，腰间令牌都写着天剑圣宫4个字。为首的乃是一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她已极其苍老，尤其那双眼睛一看就是经历无数岁月，可她却气质超然，可以看出年轻之时必然也是容貌出众。公主大人，此人一直在观察我们这里，是不是还不死心？老妇人身后一个老头开口，那老头话语之中有着浓浓的担忧，但他这句话则是透露出了那老妇人的身份。天剑圣宫公主，有清渊大人在，何须担心？天剑圣宫公主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回头看向了一处相同的方向。这世界的一片云端之上，有着一座由白玉打造而成的宫殿群，那宫殿群内的每一个建筑都非常独特，与白云相融，是真正的仙宫模样。宫殿群中最高的建筑乃是一座白玉高塔，此刻塔顶站着一名女子，正是先前与宋长生交手的那位白袍女子。眼下这名白袍女子的双眼不再空洞，那淡蓝色的眼球再度浮现，而她所观望的方向不再是平原上界，而是太古沙海。天剑圣宫的人都清楚这位女子是什么分量，此女名为天剑清渊，据史料记载，乃远古时期天剑圣宫最强的小辈，因此天剑清渊的年龄自然比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大，包括他们这位现任公主。虽说这位现任公主已有几万岁的高龄，但毕竟也是当今时代出生的。而天剑清渊虽说远古时期是小辈，但却是真真正正由远古存活至今的人物。天剑圣宫原本也不知道天剑清渊在世，是神之时代开启的时候才知道这位传说中的存在居然还存活于世。原本天剑圣宫也是打算进入神之时代一起争夺机缘的，也正是那个时候，天剑清渊忽然出现，劝住了他们。而后天剑清渊将他们带到了此地，他们起初也只是认为此地是一座较大的结界空间，可后来却越发觉得这里不像是结界空间，一切的一切太真实了，根本找不到一丝伪造的痕迹，就如同在浩瀚修武界内真的还隐藏着另外一片星空，甚至这片星空内的天地能量明显比浩瀚修武界更加浓郁。这种感觉在他们此刻所在的世界内感觉更加清晰，这方世界内的天地能量是修武界的数倍，甚至与修武界的天地能量有着一种不同，非要说的话，那像是一种没有束缚的感觉。来到这里没多久，天剑圣宫便有多位本迟迟无法突破之人突破了。不过说到区别，不只是天地能量，修武界的星空之中9道天河璀璨无比，夜空之下一眼望去仿佛能给人带来希望，让人有一种对修武的向往。而这里虽说也漂浮着诸多世界，但大多生机全无，一眼望去漆黑一片，死寂的令人害怕。如果说修武界是人间，这里更像是冥界，可偏偏这片死寂的星空内不仅有着令他们狂喜的天地能量，还有着诸多他们只在史料中见过的奇珍异草，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深不见底的宝库。可在他天剑圣宫的史料之中从未记载过这个地方。他们询问过天剑清渊此地究竟是什么地方，天剑清渊也只是摇了摇头，告诉他们绝对不可向这片星空深处探索。虽说这片星空
给他们的感觉异常神秘，甚至凝视星空深处，无论是谁都会隐隐间有一种汗毛竖起的不安之感。但因为有天剑清渊在，他们也都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天剑清渊太强了。甚至因为天剑清渊的存在，他们已经做好了一统修武界的准备。有天剑清渊在，浩瀚修武界谁人能挡？可就在近日，他们这种野心受到了当头一棒。那不知从何而来，宛如柴夫一般的男子，竟能与天剑清渊一战。那一战，世人看不到，可他们却是看得清楚，能够感受到那男子的恐怖。而根据天剑清渊所言，那男子乃是当代武者，这更是让他们难以置信。当代武者中怎有如此可怕的人物？所以此刻，眼见宋长生迟迟不走，那老头眼中仍有担忧之色，以暗中传音问道：“公主大人，清渊大人会不会不是那人的对手？”放肆！闻言，天剑圣宫公主立刻恶狠狠地瞪了过来。在她看来，这样议论天剑清渊，乃是对天剑清渊的亵渎。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天剑清渊相当于是老祖级的人物，怎可这般？见状，那老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低头后退，不敢多言。你们先在这里观察，有情况随时向我通报。此话说完，天剑圣宫公主御空而起，向天剑清渊所在的宫殿群飞掠而去，但却在宫殿群外停下，施以一礼：“晚辈求见清渊大人。”“上来吧。”天剑清渊淡淡开口。天剑圣宫公主这才敢继续御空而起，来到天剑清渊所站的高塔之上。眼见着天剑清渊还在观察，她也是不敢说话，生怕打扰天剑清渊。堂堂天剑圣宫公主此刻站在天剑清渊身后，乖巧的像是一个奴仆。反倒是天剑清渊问道：“担心那人？”“清渊大人在，自然不担心，只是此人真的不管吗？”天剑圣宫公主询问，全然没有公主的气势，而是小心翼翼。“我没管吗？”天剑清渊反问。闻言，天剑圣宫公主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天剑清渊施以跪拜大礼：“是晚辈出言不当，还请清渊大人责罚。”“我责罚你做什么？起来吧。”天剑清渊说话间，一直望着太古沙海，至于语气也是非常平静，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但天剑圣宫公主并未起身。“还有事？”天剑清渊问。“清渊大人，晚辈觉得这公主之位还是应当由您来。”可他话未说完，天剑清渊便道：“此事莫要再提，我没兴趣。另外，你对我也不必如此拘谨，我没那么不近人情，也很厌恶这种礼节规矩。”闻言，天剑圣宫公主便站起身来，似是想按照天剑清渊的意思接触，于是走到天剑清渊身旁，也向太古沙海的方向看去。只是凭借他的修为，不用把握，根本看不到那里，于是问道：“清渊大人，太古沙海内到底有着什么？我看不透。”天剑清渊道。闻言，天剑圣宫公主感到震惊，在这浩瀚修武界，竟还有清渊大人看不透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天剑清渊这双眼睛十分厉害。神之时代看不透也就罢了，毕竟神之时代在远古也是无人能够看透的存在，可怎么就连太古沙海都看不透？天剑清渊却道：“不止太古沙海，那七界圣府我也看不透。”闻言，天剑圣宫公主脸上金色更浓，而天剑清渊则忽然转身看向祖武天河的方向，那里更是看不透。